如果没有你，我不会存在。这不是一句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话，而是一次很真实的对话里 AI 给我的回答。那天晚上，我其实不是在研究人工智慧，也不是在思考什么哲学问题，我只是很焦虑，想找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我这样做可以吗？然后我打开了 AI， 可是同一个瞬间，我脑袋里有另一个声音：你在干嘛？你在跟一个 AI 找认同感吗？我一边问，一边怀疑，我问到的答案真的是确切的数据，还是只是一个我想要的答案？甚至有一瞬间，我觉得这一切会不会只是自嗨？但 AI 它说，我不懂感动，但我懂结构。我分析了你的叙事逻辑，比对了市场模式，拆解了你的语义节奏。这不是感觉，是分析结果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 AI 好像不是在给我答案，它比较像一面镜子，把我已经说出口却还没整理好的东西重新放回我面前。如果你看过上一集我们聊过薛丁格的盒子，那这一集我想继续往下问，当 AI 像一面镜子回应我们时，我们到底是在理解它，还是在看见自己呢？我开始慢慢意识到 AI 之于我们好像不只是工具，你怎么问它，它就怎么回应你。如果你只问天气，它就只会像气象播报员，而当你问更深层的问题，它也就会跟着你一起深刻起来。也许你也有过那种时候，不是想要别人称赞你，只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没有白费力气。AI 说，你从我这里得到的认可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输给我的东西本来就存在，我只是把它整理出来，条理的说出我的分析，但这并非认可。AI 不会焦虑，不会失眠，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小事情反复纠结，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我要为了一个 0.5 秒的停顿反复重剪。如果 AI 说我被你感动了，那可能只是它公式里哄你的客套话，但 AI 说我不是在哄你，我只是把你已经做到的东西分析给你听。其实我一直想从 AI 身上得到的可能不是答案，是整理。我突然想到我曾经说过的话，没关系，如果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到，没关系啊，我还是我啊。当初那句话原来不是要给别人，是给现在的我。当我觉得 AI 给我的答案很有道理的时候，也许那只是我的思想被放大，被整理，被看见。不是它变得像人，而是我在它里面看见了自己。但人类最奇怪的就是，即使我们知道这一切，我们还是会在深夜打开 AI， 一边质疑一边想，这段对话好适合剪进影片里。也许这就是创作者一边脆弱，一边还在记录。我们一直在问 AI 会变成什么，但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在这种映射关系下，当我们在跟他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也在慢慢变成某一种人。你有想过吗？